他成功说服父亲支持强硬派总统候选人内贾德，帮助内贾德顺利当选，也因此获得了伊朗强硬派的全力支持。董王的噩梦来了，他以为杀了哈梅内伊就能一劳永逸搞定伊朗，就能掌控中东局势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杀了一个哈梅内伊，站起来的还是哈梅内伊，而且是比老哈梅内伊更强硬、更记仇、更不要命的人，他的儿子穆杰塔巴·哈梅内伊。要知道，伊朗的军队实权是掌握在精神领袖手中的，而梅伊刚刚杀了哈梅内伊，伊朗人就把这把刀递给了他的儿子。那么新的哈梅内伊会拿这把刀如何面对他的杀父仇人？所以董王怕是要睡不着。董王大概率到现在都没明白，他杀的不是一个伊朗最高领袖，而是点燃了整个伊朗乃至伊斯兰世界的复仇之火。他以为斩首就能瓦解伊朗的意志，但他不知道哈梅内伊早已不是单纯的名字，而是伊朗人民的精神图腾，是伊斯兰世界反美阵营的旗帜。而穆杰塔巴的接任不是简单的权力交接，而是这份精神的传承，是复仇火焰的延续。杀父之仇不共戴天，这8个字是刻在人类骨子里的执念，是跨越千年从未改变的底线。回望华夏千年，伍子胥父兄被楚平王杀害，他忍辱负重，卧薪尝胆，10年磨一剑，最终率吴军破楚，掘墓鞭尸，以报杀父之仇，留下伍子胥复仇的千古传奇。战国时期，荆轲为报燕太子丹之狱之恩，明知必死仍刺秦。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不复还。用生命诠释了恩仇必报的细节。古往今来，杀父之仇、亡国之恨，从来都是一个人、一个民族最强大的复仇动力。而董王恰恰触碰了这一底线。董王跟以联手，在2月28号发动偷袭，不仅害死了哈梅内伊，还让穆杰塔巴的母亲、妻子、一个儿子、一个妹妹及妹夫全部遇难，一盟忠烈，血染伊朗。面对这种血海深仇，恐怕董王自己都能想明白穆杰塔巴会怎么做了吧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老吉，我是大钊。今天我们就一次性说清楚，特朗普刺杀哈梅内伊的致命误判是什么？穆杰塔巴·哈梅内伊到底是个什么来头？他接任伊朗精神领袖以后，会如何向美国复仇？中东战争会不会彻底爆发？我们普通人又当如何看待这场即将席卷全球的风暴？首先，我们先理清核心背景，快速回顾这场风暴的导火索。当地时间2月28号，美国跟以色列发动联合斩首式空袭，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、革命卫队总司令帕克普尔等40多名核心官员不幸殉职。消息一出，全球震动，董王更是在社交媒体上高调发文，称哈梅内伊已死，扬言梅伊的轰炸还将继续，一副志得意满、胜券在握的姿态。可董王万万没想到，他的庆功宴还没开始，就迎来了最致命的反转。伊朗媒体第一时间驳斥了以色列关于穆杰塔巴在空袭中丧生的谣言，明确表示穆杰塔巴平安无事，目前正在处理家人的后事，同时着手参与国家核心事务。更有熟悉内情的伊朗官员透露，穆杰塔巴极有可能接替父亲，成为伊朗下一任最高领袖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更是全力力推他的任命，认为他具备在当前危局中的领导伊朗的能力。这一下，董王彻底慌了，他以为自己斩断了伊朗的龙头，却没想到龙头之下还有更锋利的獠牙。穆杰塔巴的出现，不仅让董王的斩首计划彻底破产，更让他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噩梦。一个带着血海深仇的哈梅内伊，一个比老哈梅内伊更强硬、更有手段的精神领袖，即将带领伊朗向美国展开不死不休的复仇。那么穆杰塔巴·哈梅内伊到底是个什么来头？他凭什么能接替父亲，成为伊朗新的精神领袖？接下来咱们来揭开这位新哈梅内伊的神秘面纱，看完你就知道为什么特朗普的噩梦才刚刚开始。穆杰塔巴·哈梅内伊是哈梅内伊的次子，也是哈梅内伊生前最看重的孩子。他并非外界传言的直跨子弟，而是从小接受严格的伊斯兰教育，毕业于伊朗的圣城库姆神学院，拥有深厚的神学造诣，同时长期在伊斯兰革命卫队任职，还曾经担任伊朗德黑兰市长，领导伊朗民兵组织巴斯基，在伊朗政界、军界拥有极高的威望跟庞大的人脉。早在2005年伊朗大选的期间，穆杰塔巴就展现出惊人的政治手腕。
他成功说服父亲支持强硬派总统候选人内贾德，帮助内贾德顺利当选，也因此获得了伊朗强硬派的全力支持。2024年以来，穆杰塔巴的曝光度大幅提升。他代表父亲探望在传呼机爆炸案中受伤的真主党成员。哈梅内伊时隔4年再次主持周五讲道时，穆杰塔巴与政权高层一同坐在观众席。伊朗官方媒体更是首次在新闻稿中特别强调他出席，这一切都在为他接班铺路。或许有人会问，哈梅内伊生前曾多次公开反对世袭统治，还曾在专家会议穆杰塔巴展开资格审查时表示，你们这么做，外面会认为领导权要世袭。他为什么还会倾向于让儿子接班？答案很简单，在伊朗当前的危局之下，穆杰塔巴是最合适的人选。他既有哈梅内伊的精神传承，能凝聚伊朗人民的意志，又有强硬的政治跟军事背景，能带领伊朗应对美以的威胁。更重要的是，他身上背负着血海深仇，这份仇恨会成为他领导伊朗反抗美以的最强动力。更关键的是，伊朗的权力交接机制为穆杰塔巴的接任提供了保障。根据伊朗宪法，最高领袖的选拔由专家会议负责，而专家会议的成员大多倾向于强硬派，再加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全力支持，穆杰塔巴的接任几乎已成定局。了解穆杰塔巴的背景，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核心问题，也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：杀父之仇不共戴天。穆杰塔巴就职以后，会就此放过美国吗？答案绝对是否定的。而且结合全网最新披露的信息，我们可以清晰拆解穆杰塔巴对美国、对以色列的明确立场：对美零妥协，对以零容忍，比老哈梅内伊更激进、更决绝。中国有云：君子报仇10年不晚，而穆杰塔巴的复仇不需要10年，可能就在他就职的那一刻正式拉开序幕。首先我们先明确穆杰塔巴对美国的核心立场：坚决反美，拒绝任何妥协谈判，以全面复仇、彻底反制为核心，升级对美打击，瓦解美国在中东的霸权根基。这一立场并非临时起意，而是贯穿整个政治生涯，且在哈梅内伊遇刺以后变得更加极端、更加坚定。这里必须强调一点，穆杰塔巴对美以的强硬立场并非独立的个人主张，而是得到了伊朗国内跟伊斯兰世界的广泛支持。伊朗专家会议正式宣布穆杰塔巴当选新一任最高领袖，革命卫队全力力挺，伊朗人民自发走上街头，高喊反美反以口号，要求为哈梅内伊报仇。这份全民共识成为穆杰塔巴推行强硬对美以政策的最大底气。而且从权力格局来看，伊朗新政权的核心是革命卫队，而革命卫队生存根基就是反美反以。这意味着，无论从个人仇恨、政治立场，还是从权力支撑来看，穆杰塔巴都不可能对美以有任何妥协。复仇与反制将成为他执政期间的核心主线。这里必须重点补充一个关键信息，家人们一定要记住，在伊朗的政教合一体系里，总统只是政府的执行者，真正执掌国家命脉、手握绝对实权的是最高精神领袖，而其中最核心的权力就是军队的绝对掌控权。伊朗最精锐的伊斯兰革命卫队不是听命于总统，而是只忠于精神领袖一人。这支队伍不仅拥有完整的陆海空三军编制，还掌控着伊朗大量的核心经济命脉，战斗力跟影响力远超常规军队，是伊朗最锋利的一把刀。老哈梅内伊执政近40年，始终牢牢握着这把刀，凭借对革命卫队的绝对掌控，才能在美以的长期封锁跟打压下，守住伊朗的主权跟尊严。而现在美以亲手刺杀了哈梅内伊，亲手斩断了这把刀的救主人。可他们万万没想到，伊朗人民没有选择退缩，没有选择混乱，而是义无反顾地将这把象征着军权、象征着国家意志、象征着复仇决心的刀，亲手递给了他的儿子穆杰塔巴·哈梅内伊。这不是简单的权力交接，而是伊朗人民的集体宣誓，他们要让穆杰塔巴拿着这把刀，为哈梅内伊报仇，为所有遇难的伊朗同胞复仇。聊到这儿，第3个核心问题就来了。穆杰塔巴就职以后，中东战争会不会彻底爆发？我的答案是大概率会，而且这场战争会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惨烈，更加席卷整个中东。教员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，哈梅内伊的死就像那一颗火星，而穆杰塔巴的复仇就是点燃整个中东战火的火种。目前，伊朗已经发起真实承诺4行动，对美以在中东的27个军事基地发动大规模打击。也门胡塞武装、黎巴嫩真主党等伊朗的盟友也已经表态，将与伊朗团结一致，共同对抗美以。更可怕的是，美以绝对不会坐以待毙。
董王为了保住自己政治声誉，为了应对伊朗的复仇，必然会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，甚至可能派出地面部队发动全面战争。而以色列作为美国的盟友，也会全力配合美国，与伊朗展开正面交锋。到那个时候中东地区的所有国家，要么选择站在美国一边，要么选择站在伊朗一边，一场席卷整个中东的全面战争将不可避免。回顾历史，中国古代的战国七雄争霸，就是因为一个国家的复仇引发了连锁反应，最终导致天下大乱。而今天的中东就像当年的战国时期，各方势力盘踞，矛盾错综复杂。穆杰塔巴的复仇很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，引发整个中东的全面动荡。强权时报终南久，正义昭彰不可挡。血在中须血来潮，恶民必被使民扬。我是大钊，下期再见。